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聊聊 Gemini。自從它發布後，不少人覺得它已經超過市面上大多數的 AI 工具了。那這期視頻帶你從零開始上手 Gemini 的所有功能。那我們先打開瀏覽器，進入 Gemini 首頁，畫面中間有個長條輸入框，這就是你跟 AI 對話的地方，跟 ChatGPT 很像。現在是未登錄的狀態，我強烈建議你登錄。登錄後，系統會保留對話記錄，也會解鎖上傳文件之類的進階功能。Gemini 能做的是很多，生成圖片、製作視頻、寫文章，幫你學新東西。但 AI 的思考方式跟人不一樣，它是通過學習大量數據，找出規律，然後根據規律做預測。舉個例子，你輸入其實我想對你說，請 Gemini 把句子補完。它可以預測下一句，有你真好。但如果你在後面加3個感嘆號， Gemini 感受到情緒變化，預測的結果可能變成我一直都在。所以想讓 AI 預測的更準，關鍵在於你提供的信息夠不夠充足。下面我們來看個實際案例。你是一家公司的內容營銷專員，最近幾個月新產品的內容活動效果不好，主管要你規劃一套改進方案，應對即將到來的產品發布。你想到可以請 Gemini 幫忙，於是輸入我想改進公司的新產品內容營銷活動，有什麼建議？這個問題太籠統， Gemini 只會給出很通用的答案，參考價值有限。要提升回復質量，你得在提示詞裡加入更多具體信息。寫好提示詞的訣竅，第一點在於角色，角色會影響 AI 的思考方式和回應風格。如果你在問題前加一句你是辛普森， Gemini 就會用憤世嫉俗、愛吃甜甜圈且充滿美式冷幽默的口吻回答。那如果把角色改成剛接觸我們產品的潛在用戶， AI 會從用戶角度出發，着重他們遇到的困難和需求。又或者讓 AI 扮演精通統計學的數據分析師，回復就會傾向用數據和量化指標來分析問題。除了角色以外，目標也很重要。這就像開車導航卻沒設目的地， GPS 只能帶你漫無目的的繞。你把目標設為3個月內達到5萬次內容曝光，並提高品牌知名度， Gemini 會拉長戰線，提出90天不同階段的內容策劃。目標改成1周內可立即實施的社交媒體互動改進方案， AI 就會建議優化帖子或設計能快速執行的小型互動任務。那麼當 Gemini 回復完畢後，左下角會有幾個功能按鈕，複製讓你把文字拷貝到剪貼板，你也可以導出成 Google 文檔，方便日後查閱，或把答案轉成郵件發給別人。那在伸縮菜單的最上方還有一個查證的功能。現在的 AI 很容易產生幻覺，就是生成看起來合理但其實錯誤的內容。點擊查證後，用顏色標記安全或可疑的句子。你也可以在提示詞裡明確告訴 AI 不要猜測或不要自行補充細節，或者進入個性化設置頁面，點擊新增，把這行指示直接貼進去。這樣 Gemini 每次在回答問題的時候，都會優先考慮到個人建議，讓回復更貼近你的需求。聊完幻覺問題，再來談談另外2個你該知道的限制。知識截止日，如果你問的事情發生在 AI 知識截止日之後，可能會得到過時或錯誤的答案。那如果你想彌補這一點，你也可以使用 Google 的 AI 模式進行搜索，這樣 AI 返回的結果就有了時效性。那另外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就是記憶容量有限。免費版 Gemini 在同一頁對話裡大約能記住25000個中文字，超過這個量，回復質量會明顯下降。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策略就是充值成為 Pro 會員，或者重新開啟一個新的對話。那我們在側邊欄可以看到之前跟 Gemini 的所有對話記錄，你可以重新命名，讓它們更好辨識，也可以置頂重要對話，方便日後查找。那如果你的對話歷史很多，也可以點擊上方的搜索按鈕，通過關鍵詞快速的找到所在的對話信息，十分方便。那 Gemini 能分析你上傳的各種文件 ，Word、Excel、PDF 都行。你可以把訂單數據上傳，讓它根據卡車公司進行分類統計數量，使用表格方式返回給我們。曾經需要公式才能處理的工作，現在 AI 幾秒鐘就處理好了。如果文件存在 Google 雲端硬盤， Gemini 一樣能訪問。打開左下角功能菜單，選擇連接的應用，建立 Gemini 與 Google Workspace 的連接，這樣你就可以回到首頁，點擊加號，瀏覽雲端硬盤裡的文件，選擇想讓 Gemini 分析的文檔。
這樣就不需要多次上傳相同的文件了，直接從雲端選擇。那我們都知道 Gemini 是多模態 AI 模型，不只能處理文字，還能理解其他類型的數據。你可以上傳客戶焦點小組的錄音文件，請 Gemini 轉成逐字稿，也可以上傳產品經理在白板上討論產品架構的照片，讓 Gemini 識別圖片文字，轉換成筆記要點。Gemini 還能分析視頻內容，你錄了一段新產品功能操作的教學視頻，需要把操作整理成文字步驟，只要上傳視頻 ，Gemini 就能分析重點生成摘要。那 Gemini 真正的強项不只是模型本身的性能，更在於它跟 Google Workspace 生態系統的緊密結合。你可以在 Google 文檔、電子表格、幻燈片等應用的右上角找到 Gemini 圖標，這樣就不用在不同標籤頁間頻繁切換，像是身旁多了一位隨時待命的助手。假設你想更全面掌握某個主題，可以啟用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功能，它會針對你指定的主題，系統性的搜索數十甚至上百個網站，包括行業報告、學術文章、知名企業案例，最後整合成一份結構完整的研究報告。這份報告可以導出成 Google 文檔。那如果你還想更深入研讀，可以前往 NotebookM 網站。NotebookM 是 Google 推出的知識管理工具，你可以針對報告內容提問，而且它回復時都會附上引用來源，一般不會產生幻覺問題。NotebookM 能針對文檔產生多種摘要形式，資訊圖表把數據的內容進行提煉，整合到一張圖片裡，以可視化方式呈現。測驗把報告轉換成互動式學習工具，方便測試自己對文檔的理解。視頻摘要是個很酷的功能，會依據報告內容自動生成 AI 語音、旁白和視頻，讓學習變得更生動有趣。那假設你今天收到一封郵件，主管希望你前往南京總部出席年終總結會議，通過 Gemini 查詢日曆，確認時間可行後，讓 Gemini 把行程排進日曆。想再次確認會議詳細信息時，只要在 Gemini 輸入 @ 符號，就能快速呼叫 Google 日曆，查詢時間、地點和其他細節。如果你的辦公室在深圳，會議地點定在南京總公司，可以請 Gemini 幫你規劃往返交通，包含航班或高鐵班次和地鐵換乘方式。是不是感覺 Gemini 已經成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？那如果你想用 AI 來生成圖片，可以前往 Gemini 首頁啟用 Nano Banana 功能，這是目前最先進的圖片生成 AI 模型。Nano Banana 最大特色是支持多輪對話調整，想在圖片上加特定產品標語，把需求寫在提示詞裡，它就能立刻完成。那你還可以把生成的圖片通過 Google Veo 3.1 模型轉換成視頻，這段視頻就可以用在 PPT 或內容營銷的教學短片裡。生成這個視頻，我只用了簡單的一句話，從結果來看，已經超乎預期了。好啦，今天 Gemini 的功能就介紹到這，相信你現在已經是一個 AI 達人了。那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